探戈杂谈室。Ni vos ni yo supimos cuál se perdió, ni dónde el bien y el mal tuvo un día final y otro día comenzó。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回来探戈杂谈室。那我们今天呢yes， 网友见面会，网友见面会终于同框了。隔了，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录的？很久什么时候开始啊？超久的，不知道第一集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回去翻一下，因为原本想说我们录一个主题剪一集就好了，怎么知道每次都会剪2-3集，然后中间又想说，讲完音乐要来讲一点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变成音乐文化这样做穿插。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要录我们的第3集，录第3集而已，第3个主题而已。我好啰嗦。我就记得要录第1个主题，前面老师就说，我觉得我们先退回一步讲好了，所以我们又录了第0个主题。第0集，对，我们现在还没签到。所以在我们也应该有录个从年初开始了，是不是？年初3月左右。对，这个可以搞很久。原本我其实心中想的想法是，老师说要帮那个台湾探戈音乐节要来访谈各个乐团跟他们节目，所以我想说，哎呀，那我这个节目要撑到那个时候有点困难。所以还好，老师有帮我那个撑集数这样。对，撑集数可以拖到那个时候。对啊，我觉得就是我太啰嗦了，对不对？太会讲，这样很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对，那个不少网友都说瑞兰老师出场就是含金量很高，这样是哦，还要爆表。OK， 希望不要太重。我们已经尽量讲的很让大家都马上可以听得懂，因为跳舞听懂音乐，然后开心跳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好，那今天呢，准备了一个很大的主题。对，也刚好我们这样同框，然后讲一个最大的主题。真，天注定对啊，是刚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节奏。终于，对，终于。节奏后面还有很多个主题哦，不要大家听完这个就结束了，还有很多。我们是在演相声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出4个这种2人组，探戈2人组，可以，那个2人组。对，好，那今天要讲节奏。对，我们要讲节奏。好，为什么节奏那么重要？好，我先讲一下就是探戈这个音乐啊，它基本上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嘛，有一些影响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们会听到意大利人啊、西班牙人啊，还有德国人啊这些人的影响。那这些音乐里面啊，就其实啊，我们现在听有很多，比如流行歌啦，不管是英文的啦，这些他们都是来自于所谓的印欧语系，就跟我们的语言是很不一样。那我们的语言呢，就是一个字，它有自己的声调，然后它代表一个意思。对，可是印欧语系呢，他们一个字不会只有一个音节。所以就譬如说 tango 这件事情，它要为了要表达一个一个意思，它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好几个音节。那他们这个语言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会有重音跟非重音。所以你 tango 这个字讲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分成是tang，所以就是有tang 是重音，对 go 不是重音。对，所以呢，这个完全影响到他们所有音乐的东西。对，所以他们譬如说他们要唱歌的时候，比如说我讲 La Comparsita，所以你不会是 La Comparsita， 不会这样讲。那是我们台湾人在学我们对，对，你不会变成是每一个字都重音。所以它一定会在比如说很多个音节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它一定会有一个音节是重音，其他不是重音。对，所以如果我要唱 La Comparsita 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不会唱 La Comparsita， 而是 La Comparsita， 然后会去搭配那个字的重音，对不对？对，所以呢，就是不管他的音乐的成型，或是譬如说唱歌这件事情，他们为了要配合这些音节，所以呢，他们的音乐就会很注重所谓的重音，跟非重音，对。当我们有所谓节奏开始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定会出现重音跟非重音的区别。对，所以当我们在听探戈音乐的时候，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则。对，不管它是器乐曲还是声乐曲，我们都可以注意听他们在运用重音这件事情，或是不是重音，对，我们都可以一直都会听得到。好，那我们之前有讲到所谓不同的节拍的主题嘛？对，我们有3种不同的舞种，对，一个是 Milonga， 一个是 Vals， 一个是 Tango。对，那我们 Milonga 这边看到呢 ，Milonga 是2拍的 ，Vals 是3拍子 ，Tango 是4拍子。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 Milonga 这边啊，它2拍的话，它的重拍在哪里？在第1拍，对，第1拍，所以第2拍算是不是重要的。好，那 Vals 呢，它也是第1拍重，对，第2拍不是，对，第3拍不是，对，因为你不会3个拍子都跳都踩踏步吧？不会，因为太快了。对，太快了嘛。对，所以你一定只会踩第1个啊。忘记的话回去复习一下我们的上一段。对。那Tango的话呢，它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有的大部分人啦，应该都是放，因为它有4拍嘛。对，那通常会踩的是1跟3嘛。对，就是第1拍一定是所谓的最重要的重音，第2拍跟第4拍不是，然后第3拍的话就是第2个重音。所以我们通常是会踩在这边，在这边这样子。这2跟4通常是不会踩的。对，好，那我们听一下那个D'Arienzo 的 La Comparsita 好吗？好哟。对，然后呢，这个其实应该是说最典型的一个旋律。怎么说呢？因为它的旋律噔噔噔噔，看到没有？它刚好在每一个拍点上都出现音符。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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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哦。然后呢，可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听到这个D'Arienzo的版本，它甚至是每个音都来个重音呢。对，所以你要的话，其实你要每一个拍点去踩，其实都可以，而且都在那个拍点上面。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音拍点。你要的话，你其实真的都可以这样踩。对，它的很适合。对，它就很适合来去踩所谓重音这个东西。对，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听听看一首那个 Canaro 的一首圆舞曲Vals， 叫 Desde Alma， 我们台中团 Alma Tango 的团歌。Alma, si tanto te han herido, ¿por qué te niegas al olvido? ¿Por qué prefieres llorar lo que has perdido, buscar lo que has querido, llamar lo que murió? Vives inútilmente triste y sé que
que nunca mereciste pagar con pena la culpa de ser buena, tan buena como fuiste por amor。好，谢谢。我们好像2只猫咪。对对对，就跟着一起晃呀。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跟着一起晃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是在体现所谓的重拍这件事情。因为他在唱的是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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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如果我们去细分它的节奏的话，它其实1 2 3 1 2 3 1 2 3 1，你就不会看到我们在1 2 3噔噔噔噔，我不会这样晃。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些音乐里面啊，它就是会有所谓的重拍跟非重拍这件事情。如果你注意去听他唱歌，他也会是这样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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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往就是那个下一个小节的1去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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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哒巴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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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然后呢？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到下一个小的主题，为什么呢？我们下一个小主题呢，叫做后起拍。对，因为其实啊，像我们那个刚才讲的那个la comparsita 这个字，它的重音在哪里 ？C。所以在重音前，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音节在。对，所以如果我们把 C 放在第一拍的话，那 la compar 它就在第一拍之前了。对不对？所以我刚才有在，譬如说我唱那个什么 la comparsita 的时候，C 会是在第一拍。所以我前面的那个呢，所有前面那个东西呢，全部都叫后起拍。那不管这前面的占多久，对，不管它占多少音节，它全部都是后起拍。所以呢，我们刚才听那个 Desalma，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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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前面就5个音诶。哒哒哒哒，它前面有1个音。哒哒哒哒哒哒，它前面又是5个音了。对，所以在到下一个小节的第一拍之前，所有前面这些音呢，全部都是为了要往第一拍那边走。OK， 这个叫后起拍。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哦，我们其实可以再回来放一下那个打练手，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放音乐之前啊，因为那个La Comparsita 这个旋律啊，它其实从第一拍开始的。对，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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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可是呢太无聊了，就是音乐从这边开始就太无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打练手他怎么做，好，他怎么进到，好，他做什么？噔噔噔噔，对，他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它前面还有一小小的，对，还有一个小小的，所以呢，那个是本来不是在原本的旋律里面，对，他另外给的，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我也是我开始学了一点点探戈跳以后，才发现后起拍这件事情在探戈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以我音乐家来讲啊，因为我要给后起拍，你就可以开始跳了。我就可以从正拍开始。你可以正拍，因为后起拍这件事情呢，是我以音乐家，我告诉你，我音乐要开始的。然后你接下来噔噔噔噔，你可以开始动。因为如果指挥棒的挑起来那个，没错，没错，我们就是指挥，你们就是像乐团一样，变成我们才是乐团，对，你们是乐团，对啊，真的，真的，对，所以呢，后来我才发现，在探戈音乐里面有很多的后起拍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这个影响到我后来在做编曲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太可能在写曲子的时候从1就开始，对，因为舞者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我会在编曲的时候一直都会放很多这种
所谓的后起拍，会让舞者知道，哎，我的一在哪里？不会是噔噔噔噔，而是噔噔噔噔噔。对，你们舞者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们要开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我最近在编的那个女王班，就是女子技巧的编舞。那我选的那一首《嘎肉》，它是第一个正拍才有声音的，所以我前面我要编，我编了2拍半的镜子，然后跟学生说，我们这边摆个 pose， 然后音乐一开始就是第一拍，你要从那一拍那个声音开始数1，然后再数2、3，但是发现，大家其实听到了，还是要想一下那个是什么。对啊，对啊，没有，对，就是如果音乐完全从1开始，你们其实很难起步，对啊，会完全跟不上，对，不容易跟上，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音乐家要写给舞会的音乐，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这些所有大师们，他们全部都是后起拍大师，真的，因为这样子，那个不管任何一个乐句，他们都会增加不少的那个后起拍，让舞者一方面知道你的一在哪里，然后甚至呢，他们会借由后起拍这件事情去告诉你，我现在要换拍号了，要换节奏了。真的，对，很多，如果你去注意听，它不会是马上换，它一定会不会那种无预警换，或者换节奏啊，或者换速度之类的这样子，他一定会在那个换之前，做一点点的准备，让舞者知道我现在要换什么东西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也是做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有稍微学一点点跳舞，你比较有这个体悟，这样对，因为我学了跳舞以后啊，就发现因为我在听音乐嘛，我就发现那个音乐没有一个是很少了，几乎没有说那种在没有预警之下就可以换，对，所以后起拍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学音乐要学点跳舞，学跳舞要学点音乐，这样真的，对，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完全以音乐家在写曲子，然后就其实很不适合跳舞，那个音乐不适合跳舞，因为那个是我写给我自己爽的，这样，不是写给跳舞人爽的，对。然后我自己学跳舞以后，我才知道那个音乐要怎么写是可以让跳舞的人很爽。O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我自己也学了一点跳舞以后，应该好像学多一点了。对，我没有办法在台中跟你上课这样。今天探戈杂谈是探戈女最，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打给我。你回来台湾的时候，有多利用机会讲闽南语、台语？不要其实你不会，我其实不会讲会好，对，放轻松，就不要哪一天说，我们来录一集台语。我说我也不行，对不起，不要杀了我吧，有困难。用台语讲探戈音乐哇靠，不行之前辛达老师他有试过1集还是2集，用台语来讲探戈的舞步，真的但是只有讲几个词啊，就说这个字用台语来讲怎么形容它，这个舞步怎么形容，这样。哇，这个我还得学，但是他只录了1集就没有更新了。至少我只有看到1集啊，所以有可能就放弃了，觉得这个有点太难了吧？还在另外想这要怎么讲呢？